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3月13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先帮我点赞支持我，然后也欢迎大家周一、周二跟周四的台湾时间晚上9点准时参加老师的直播课。那么希望大家可以跟老师一块轻松的学习中文，没有压力，快快乐乐的。中文是很有趣的语言，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好，欢迎各位同学，我就不跟你们一位一位打招呼了哦。好，今天老师跑了10218，中文要怎么说？10218，我们再看一遍。好，10218，好，那么每天呢？没有每天啊，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要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啊。好，10218。Hello， 欢迎大家。好，那如果你要支持理查老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的会员。成为老师的会员，什么福利都没有，就是纯粹的支持我。那当然也支持老师能够继续的上这个中文直播课。想一想，老师上这个直播课啊，也已经5年了啊，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我。好Jenny、裴静、宋平、林子、10218步， Hardwin、立新、蓝墨、10218步，秀珍、KTH、10218步，非常好，都答对了哦。然后Charles 10218，我们说18步啊，对，我们说10218，我们中文会说218步啊。久没有练习，你们忘了对不对？啊，218。好，还有慧君10218 Mandarin， 今天老师跑了10218。Romanda Mubarak Assalamualaikum Waalaikumsalam， 已经5年了，我的中文还很差。不会啊，秀珍你的中文很好哦。好，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重要的单词，叫做感想。感想，好哦，谢谢 Jenny 支持老师哦 ，Thank you， 非常感谢。好，那只要支持老师的呢，老师都会叫你们的名字。哇 ，Jenny， 谢谢，你最漂亮了。好，佩霞，今天老师跑了10218步。好，我们来看感想这个词。什么叫做感想呢？感想就是做完某一件事情之后所产生的想法。所以如果你对某一件事情有感想，你一定是体验过这件事情，或做完了这件事情。比如说，各位同学，你们在学中文，对不对？你们学中文的感想是什么呢？表示你已经做过了学中文这件事情。所以感想它是一种想法，没有错， a kind of thinking, a kind of thought， 但是通常是经历了做了某一件事情之后所产生的想法，这个叫感想。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读一本小说 reading a novel， 你们读一本小说，请问你读完这本小说之后你有什么感想？你对这本小说有什么想法？所以经历过读完小说这件事情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想法通常就是做完某一件事情，可能看电影，可能交过男女朋友了，你的感想是什么？学过中文了，你的感想是什么？来过中国了，你的感想是什么？去过日本了，你的感想是什么？所以感想做完某一件事情之后所 produce 产生的想法。
所以它跟想法不算是同义词哦，不算哦，它们的意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哦。好 ，OK， 我的感想是很 happy， 很开心，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这次旅行让我有很多感想。好，这次旅行 the travel this time, the trip this time， 其实英文都只会说 this trip， 中文常常说这次什么，这次旅行，这次会议中文很常这样说，让我 let me 让我有很多感想。好，那这个感想是一个名词哦，绝对不能当动词用，通常是当名词使用，不当动词哦。好 ，OK， 所以做了哪些事情会让你有一些感想呢？比如说听完老师的直播课之后，你的感想是什么？老师的直播课好无聊哦。老师的直播课蛮有意思的。我很喜欢老师的直播课，老师的直播课可以让我学到很多中文的词汇跟语法，这是我的感想。OK， 好。我们通常会说读完这本书之后让我有很多感想。读完这本书之后让我有很多感想。好的，我们来练习一下。读完这本书后，好，后就是 after。读完 finish reading， 读完这本书后感想什么？好，是什么什么？有你。好，通常我们读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可能是科幻小说，可能是侦探小说，可能是历史书，可能是中文书，可能就是一本教科书而已。那读完了这些书之后，好，我对老师的感想不是，通常是做完一件事情的想法才会叫感想我对这件事的感想是，我对这件事的感想是对，很好。读完这本书后，你有什么感想？读完这本书后，你有什么感想？很好。读完这本书后，你有什么感想？这个反应通常是比如说，反应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可能你对这家餐厅的服务好不好，如果不好，你可能会反映给这个公司的这个餐厅的主管，这个也是一种反应。反应也可能是内心的一种感觉，内心对某一件事情的一种感觉反应这个老师有空再给大家做个比较好了。另外就是反应基本上如果用在这个句子里面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用语，一般来讲比较少用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反应因为反应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如果这家餐厅的服务不好，你可以反映给老板，这是他的其中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可能你内心有什么想法，你会反映到你的行为上面这个有两种意思在里面好，跟他见面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当然可以，因为你跟他见面之后你是做完了这件事情，所以感想通常是做完了某一件事情之后所产生的想法。可以，你跟他见面之后你有什么感想？这个句子完全没有问题对，读完这本书后你有什么感想？读完这本书后你有什么感想？非常好 Alexander， 很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如果有什么句子可以写出来，老师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对的句子。好 OK， 那心得跟感想我们是很常用的词汇，特别是你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会要你们写一个 essay， 一个 reflection essay。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毕业旅行了，请大家明天写一篇感想所以什么意思？特别用在学校里面，老师会告诉你我们要对这个题目写一篇心得，写一篇感想。好，所以可能是 focus on a topic，
focus on a topic. And oftentimes the teacher will say this at school. 老师会要你写一篇 article or essay, 但是他会跟你讲感想 reflection essay. 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在学校你们是很常听到的，一般来说就是要你写一篇 essay about your thinking, about your thought toward something. OK,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你写一篇感想 What? 什么是感想 OK, kind of like reflection essay. 明天请大家交一篇心得也可能用交这个词交或者是写，然后我们会说一篇，老师可能会说心得，老师可能会说感想，其实就是要你写一篇文章的意思这个文章是关于你的感想的文章，你也甚至可以说心得感想心得感想也可以。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在学校听到老师这样说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老师的意思。老师要你写一篇 article, essay, reflection essay. 好，就是写一篇或交一篇心得感想，心得感想都是一样的意思好，老师要我们什么呢？好，我刚刚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心得感想。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心得感想。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心得感想。好，那所以各位同学，这个篇也特别记得是用在文章的量词文章、心得、感想都可以用篇比较像 chapter, a chapter of article这种感觉你住在这里，你在这里已经住了整整1年了，有什么感想？可以，这个句子没问题。你住在这里已经整整1年了，你有什么感想？很好的句子。好，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词汇心得、感想，或者是心得感想也可以。好，学校常常会听到特别老师会这样说。好，我们还会搭配2种动词，一个叫做发表，一个叫做分享。发表是什么意思？就是 to speak up publicly, in public, 发表。好，就像英文的 to deliver in public, deliver your thoughts. OK, 所以我们中文常常说，来，请上台发表你的感想。请上台发表你的感想。所以各位同学，这些词汇如果你听到了你不要害怕，不要紧张。现在老师教你了，通常老板会请你上台 Go up the stage, Go up the platform. 请上台发表你的感想，请上台分享 share分享你的感想。可能你去旅行了，可能你做了某一些事情，老板或老师会请你上来，请上台 like go up the stage 发表你的感想，分享你的感想如果你上中文的私教课的时候，教你的中文老师知道你去旅行了，他可能会说你分享一下你这次旅行的感想吧可能你上私教课的时候私教课的老师也会用这个词汇听说你去日本旅行了，分享一下你去日本旅行的感想所以你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表达跟老师学习中文，你有什么感想？很好的句子，非常好。好 OK 请发表你对这次好，老师刚刚说过了这次常常会加上一个活动，像这次会议，这次活动，这次校庆 like school anniversary， 这次加上一个 activity， 加上一个活动这次。好，感想，毕业旅行 graduation trip 的。好请发表你对这次毕业旅行的感想。非常好，请发表你对这次毕业旅行的感想。这次加上一个活动，
各位同学，毕业旅行是什么？就是你在一个学校念书，最后一年你要毕业前，学校会带你去旅行，这个就是毕业旅行。好，请发表你对这次毕业旅行的感想。非常好，答对了，很好。好的，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大家请老师喝杯咖啡，支持老师。虽然现在老师的直播课比较少了，不过大家还是别忘了要支持老师哦。好，谢谢大家。好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3个词汇哦，意思非常的像，感想。做完某一件事之后的思考 thinking， 经历 experience， 经历某事之后的思考的想法，感觉强调的是个人生理 like psychologically， 心理 mentally 的感受 emotionally， 可以当动词哦。目前这3个词汇只有感觉可以当动词而已，只有感觉可以当动词啊。好，什么叫想法？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观点或主意。不过这3个词汇有时候是 interchangeable， 有时候是可以交换使用的，但是只有感觉可以当动词，感觉当然也可以当名词，但是感觉还可以当作动词用。这2个词汇只可以当作名词。好 ，OK。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来试试看，你们可不可以选出正确的词汇？第一题，他穿上外套，因为他什么很冷？好，请问答案是什么？他穿上外套，这个就是外套，因为他什么很冷？好，这题应该蛮简单的，对不对？因为他感觉很冷，答对了。好，他穿上外套，因为他感觉很冷。好，这题当然我们选动词，感觉。那这里也可以用感到，也可以用感到。感觉在这里可以等于感到，所以你也可以说他穿上外套，因为他感到很冷。他觉得很冷，也可以用觉得，因为他觉得很冷。所以表达你的冷或热都可以用感觉、感到、觉得都可以。他穿上外套，因为他感到很冷。他穿上外套，因为他感觉很冷。他穿上外套，因为他觉得很冷，都可以好 ，OK。好，我们再看下一题。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任何什么？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任何好。这题我觉得就一个答案是最好的答案，其他答案不是说不行，而是这个答案是最好的答案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任何什么好。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任何想法，很棒。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任何想法。对了，好，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任何想法。老师，我可不可以说，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任何感想？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感想是做完了一件事情，你才会有的一种想法或思考。但是这里并没有表达你做了什么事情，这里只有告诉我们有一个 matter， 有一件事情，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 point of view， 有什么观点。所以这个句子里你没有看到我做了什么事情或经历了什么事，没有，你只有看到 something， 对不对？所以这题的想法是最好的答案想法是最好的答案所以老师觉得这一题呢，请大家用想法是最好的因为想法的意思是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观点好的，我们来看最后一题。
请大家选一个答案。感想、感觉、想法，洗完热水澡的什么真好。好，你们喜不喜欢洗热水澡？如果天气很冷，冬天的时候，哇，能够洗热水澡，真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对不对？好，洗完热水澡 hot bath， 洗完热水澡的什么真好。这边应该是 bath 比较好吧， hot bath， taking a hot bath。 It's really really great。 好，感觉真好，答对了哦。温泉也可以，泡温泉哦，温泉用泡的哦，泡温泉的感觉真好。好，温泉就不用洗了哦，温泉是用泡的，泡温泉的感觉真好。 OK， 可以，没问题。哇，如果在很冷的天气能够去泡温泉，哇，那种感觉 feeling 感觉真好。洗完热水澡的感觉真好，答对了，洗完热水澡的感觉真好。好 OK， 没问题。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件事情，你也可以说，哇，感觉真好， The feeling is really amazing, it's really great， 可以这样说哦。比如说，你学中文有什么感觉啊？啊，感觉真好。你跟理查老师见面了，你的感觉怎么样？哎，感觉真好，理查老师啊，真热情。OK， 所以你可以用感觉真好这个词汇很常用哦，感觉真好。好的 OK，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老师年轻的时候常常去北投泡温泉，哇，那种感觉真好。好，我们下礼拜见咯，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中文，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下次见，别忘了帮我点赞支持老师，拜拜。